据报道，5月4日，拜登在演讲后表示，自己将在6月份前往俄罗斯与普京进行会谈，并声称会努力争取普京的同意，尽早促成会谈。自从拜登1月上任以来，一直在身居白宫，今年第一次迈出国门还是在6月份英国举办的7国集团峰会上。现在全球疫情跌宕起伏，此时前往其他国家意味着将承担巨大风险，可见拜登是极其渴望与普京会面的。其次，近期俄乌局势日渐升温，美国主动挑起外交战后，俄美关系可以说降到了冰点。可以说这样的局势正是美国想要看到的，若是进一步发展事态，就不是美国能控制的了，这也违背了美国的意愿。所以美国紧急和俄罗斯缓和关系，而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谈就是美国抛出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在5月5日的这一期外长会议中，讨论中国的时间是讨论阿富汗等问题的3倍。很显然，美国接下来将专心应对中国问题。如今中东局势已经收紧，20年阿富汗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欧洲方面，尽管乌克兰依旧不依不挠，但俄美双方似乎都将重点放在了别处，使得乌克兰局势也在逐渐降温。相反，美国早已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战略布局，不论是说服印度投诚、怂恿澳大利亚冲锋，还是让日本在亚洲为虎作伥，都是美国妄图遏制中国的布局。对美国来说，以局部地区冲突来牵制整个国家的发展，才是性价比最高的计策。其实，美国这些小把戏早就被人识破了。此前就有美国专家认为，美国挑起俄乌冲突是在为将来对中国施展同样招数做试验。此前，美国针对俄罗斯安全和金融方面下手，对中国则是大力打压科技领域。后来，美国也一再声明，希望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且也在寻求共同利益上的合作。这么明显的轨迹，我们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对此，中国外交部也发表过声明称，中国希望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想用制裁或威胁让中国妥协是不切实际的。美国这些害人害己的把戏，想实现是越来越难，更不用说此前对俄罗斯的高强度打压，让俄罗斯早就心生芥蒂。想用一场会谈打破双方之间的隔阂，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何况俄罗斯和中国早已绑在一起，普京定然不会吃美国这一套。近日，台海岛内响起了所谓的弃岛言论，声称美国将会放弃台海，无风不起浪。据悉，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在今年2月份曾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建议过美国放弃台海。该智库公司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台海的原因，在分析看来，此次岛内部出现强烈危险信号，或许跟当前深陷两岸危机中有关。美国之所以在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大力支持台海，不过是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眼里，台海是一颗可以操控在手中的棋子，需要的时候把棋子往前推一推，不需要的时候把棋子往后撤一撤，从中获取最大利益才是美国最终的目的。美国并不希望两岸真的爆发冲突，一旦冲突被引爆，若是大陆赢了，便意味着美国再也没办法阻止中国崛起；若是台海赢了，便意味着美国将无法将其控制在手掌心。说白了，表面上美国好像频繁干涉台海问题，加剧两岸引爆冲突的风险，但其实最不愿意看到两岸兵戎相见的就是美国。可随着事态的发展，局面好像不再受美国的控制了。现如今，台当局受台分裂分子的影响，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全然不听美国的指挥。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海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美国手中的烫手山芋，担心会因此引火烧身，迫切地想要退出两岸危机。与此同时，岛内人注意到了美国新动作，近日表态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模糊政策，暴露不愿介入两岸冲突的内心独白。美国清楚，一旦在中国家门口发生战争，凭借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战略纵深，美国没有任何胜算。美国没有必要为了台海让自己损失惨重。再者，中国在统一问题上意志非常坚定，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中国现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旦台海触及中国底线，中国必定会以最强硬的方式进行回击。不管是收复时间、收复方式，还是决定权，都在中国这一边。美国认清现实的同时，也发现台海不再听从自己指挥，美国从原来的下棋人变成了耍戏人。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不扔掉这个烫手山芋？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海问题上，形势已经有利于大陆这边。无论美国是否能够掌控台海，决定权都在大陆手里。就如岛内人所言，美国扔与不扔，对中国来说结果都是不变的。在统一的问题上，中国非常坚定。至此，不知道接下来大陆会不会接收到来自对岸的求饶信号呢？
据环球网5月3号报道，澳大利亚前脚刚宣布禁止本国公民往返印度，后脚就被批是种族歧视。尽管澳大利亚总理发声明否认了这一观点，但还是遭到了网友的疯狂提问。此前欧美国家疫情严重时不禁止欧美国家的航班，如今却对印度格外关照，这是为何呢？可以说，澳大利亚的认知力，盟友也是分等级的。毫无疑问，欧美国家在澳大利亚严重占据重要地位，属于高级范畴。印度与前者相比，则被划分为低等级。要知道，从前的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么来看，英国更像是澳大利亚的主人。澳大利亚不仅对英国格外友好，对美国也是毕恭毕敬。为了帮助美国打压中国，甚至不惜以自身利益为代价，一边是自己的主人，一边是老大哥。澳大利亚在他们面前自然不敢造死。印度与前两者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因为从前印度和澳大利亚一样，同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度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和主子们共事。除此以外，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也远不及美英。一个无权无势的印度，澳大利亚自然是瞧不上眼，更不用说对其有主子般的待遇。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理解当初澳大利亚为何只对印度声援，而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此前，澳大利亚还假惺惺地声称要和印度一同抵御疫情。在澳大利亚看来，声援印度完全是看在美国的面子，毕竟一开始美国也不想理会印度，只不过迫于国际压力，不得已实施帮助。见老大哥都如此，澳大利亚赶忙效仿，随便应付了印度。但有趣的是，澳大利亚好歹也对印度寒暄了一番，日本此前毫不过问印度的事。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还算是面子上的朋友。日久见人心，如今澳大利亚等欧洲国家的做法着实寒了印度的心，也希望印度早日看清这些盟友的真面目，不要再为虎作伥。在去年的12月8号，澳大利亚正式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支持联邦政府随意撕毁澳大利亚各州对外签署的贸易合作计划。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联邦政府直接无视了维州的意愿，取消了该州和中国早在2017年就已经签订的一带一路经贸协定。近几年来，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对华遏制变本加厉的趋势，但中国也不会让澳大利亚为所欲为。鉴于目前澳联邦政府对中澳合作的态度，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在5月6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份简短声明。该声明中宣布了，往后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所有活动都将无限期暂停。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一些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官员因为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歧视而采取了一系列破坏中澳正常交往与合作的行为。而该决定就是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的态度而做出的。毫无疑问，这一声明的公告说明了，当澳洲决心撕毁一带一路协议后，中方该有的反制说到就到了。中澳双方将因为澳大利亚所做的愚蠢行为彻底撕破脸。澳大利亚在这一次可以说得上是求锤得锤。既然当下莫里森选择了对华毁约，那么就应该考虑到这一天的到来。毕竟澳大利亚在去年就开始逐步在中澳关系上做文章，而中国也早就在去年对澳实行了一系列的对等反制，已将澳大利亚出口的大麦等农产品列入制裁名单。然而，虽然澳大利亚方面在中国实行了对等的贸易反制后损失惨重，但如今的莫里森显然还没有长记性，撕毁一带一路协议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中国自然也就不必手下留情了，一定要让澳开始急得跳脚，才能对得起他的所作所为。与以往的贸易制裁不同的是，中方此次的决定实际上等于是阻断了中澳一切对话交流，让澳大利亚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压力足以让莫里森喘不过气。虽然莫里森一直在破坏中澳关系，但澳大利亚商界还是希望与中国恢复友好贸易往来的。他们也准备在不久后派遣使团到中国求和。如今发改委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无疑不是晴天霹雳，只要中国不点头，中澳对话就再也不可能重新启动。